看新闻360，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我是主持人陈怡君，带您看到双北疫情升温，许多地方都设置了快筛站，提供有相关接触史的民众现场筛检。不过，也因为双北地区确诊数连日暴增，成为疫情重灾区，让许多民众是人心惶惶。画面中可以看到，许多筛检站从一大早就大排长龙，甚至有一些无症状的民众为了求心安，也前往快筛。面对快筛站人潮爆满的现象，除了引发外界对排队人潮群聚的担忧，也有不少人好奇，目前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双北，第一线的筛检量能到底够不够？而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去做快筛呢？带您进一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近日，国内本土确诊病例大增，台北市的各个快筛站涌入不少排队人潮。16日，副市长黄珊珊宣布，除了原先的中心院区、和平院区、剥皮寮、西园医院，再增设第5处快筛站，委由3军总医院带队设置，位置就在青草广场。而即使北市已经尽力开设快筛站，但各处的预约单还是一早就被领光。不少扑空的民众对采检人员发火，对此黄珊珊表示，号码牌发放完毕后，会劝导民众不要继续排队，接下来也会研议提早给予隔天、后天的预约单，避免人潮久候，并持续设法提升检疫量能。此外，也呼吁无症状者暂缓去检验，先把社区带源者找出来并隔离，才能有效斩断社区传染链。而疫情同样拉警报的新北市，也在17日开设第1处快筛站，不过同样面临了快筛量能不足的情形。新北市因为连日来确诊个案都集中在板桥区，然后加上板桥跟万华，其实捷运站只有一站之隔，也就是高风险区域，所以新北市府就决定在昨天起设置了一个快筛站。那昨天排队的情况非常踊跃，很多民众因为扑空，在侯友宜来视察的时候，还对他破口大骂，说我筛检能量不够这样子。由于这样子很踊跃的情况啊，新北市就紧急追加了100个名额，所以在今天早上8点开始就会发放号码牌，那采取一次发放完毕。侯友宜昨天在防疫会议的时候上面有提到，其实新北市有好几个区域确诊的个案都是越来越多，所以也考量会在某几个双北交界的地方，例如说板桥区、中永和这些淡水河系沿岸的区域设置社区的快筛站，可是他并没有承诺是哪个区域以及地点是什么，只是有透露可能会再增加。所以卫生局一直呼吁说，我们优先采检的是以就是住在板桥区有万华高风险区活动或接触史的人再去筛检，不要占用这样的快筛能量。新北市长侯友宜还有卫生局长陈润秋，他们都多次的提到双北的医疗其实都很吃紧嘛。像是昨天侯友宜就召集新北市各家急救责任医院的院长，希望说可以清空一般的病房，征调作为1人1室的专责病房。那有承诺说已经把剩下不到67床的病床提升到652床，未来还会有第2阶段清空病床的计划。不过也是有听到，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各党的议员，他们都有接到民众澄清说，其实民众在家里已经接到确诊的消息了，那他身体也不太舒服，可是却迟迟等不到救护车，救护车不足、医护人员不足的状况，其实也可以从这些澄清案里面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医疗状况真的是蛮危急的。由于目前双北的医疗量能较为吃紧，指挥中心除了建议有症状者优先采检，也再次呼吁民众勤洗手、戴上口罩，并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活动。记者黄信雅采访报道。好的，回到棚内，其实可以看到，目前的快筛只是第一线的初步检测，虽然只要15分钟就能现场知道结果，但是准确度也相对的比较低，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伪阳性的可能。也就是说，明明没有感染新冠肺炎，却被快筛验出阳性反应的情况。此外，指挥中心也强调，快筛阳性不会立刻作为确诊的标准，后续还会进行进一步的 PCR 筛检。不过现阶段，如果民众在快筛时出现阳性反应，还是会先以高度怀疑病例处理，进行必要的隔离措施。接下来就要继续带您探讨，如果身边真的有亲友不幸快筛呈现阳性，民众该如何应对？带您看我们的深入报道。台北市政府他们是提到说，如果快筛是阳性的话，就是会通知安排住院。那
在现在医疗量能比较吃紧的状况下，其实有可能是先请你回家等待。快筛它有一定的伪阳性，所以在快筛完之后，即使是阳性，你还是必须要再进行 PCR 的检测，确认到底是不是阳性。所以必须在 PCR 的检测确认是阳性之后，才会把你列为个案，然后可能收治住院。因为现在就是病床数比较吃紧，所以在收治住院之前，如果你是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患者，有可能会请你先在家里等待，你可能有其他的同住家人，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特别注意说，可能要尽量就是自己待在自己的房间，然后跟家人就是使用不同的卫浴设备。但是可能有些人是在外面租屋，或者是他可能是住雅房啊，就得要跟别人共用卫浴设备。那这个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消毒这件事情，可能可以用稀释后的漂白水啦，或者是酒精之类的，就是去消毒经常触摸的物品表面，也要注意手部的卫生，然后戴口罩。那万一真的有出现发烧的症状的话，可以吃一点退烧药，就是缓解症状。那持续的观察自己有没有不适的症状。那万一有出现比如说呼吸困难啦，或者是持续胸痛胸闷甚至于意识不清，还有就是皮肤啊嘴唇啊之类的出现发青的状况，那可能就要赶快通报就是卫生局，或者是打119或者是1922那赶快有卫生单位就是安排就医。当你被通知自己是确诊个案的时候，你可能要赶快回想一下说，你在出现症状的前3天到隔离之前你是不是有一些密切接触者，曾经在这段时间有共同用餐，还有一起居住的人啊，还有就是说在没有戴口罩的状况下，就是面对面15分钟以上的接触，那这些都是密切接触者，那你就要赶快通知这些人，就是请他们也赶快做好自我的隔离。好的，谢谢慧琴。节目最后带您看到，随着疫情升温，双北地区进入3级警戒，不管是卖场、餐厅还是便利商店，现在通通都必须要落实10连制，而且蛮多地方像是超商啊，就只开放手机 QR code 的扫描填写。接下来就要告诉您如何透过手机快速完成线上10连制。首先，不管是苹果 iOS 系统还是安卓手机，都可以透过打开 LINE 来完成动作。接着进入 LINE 的主页面或是聊天页面，都可以找到最上方的搜寻栏位，右方有一个扫描器的图案。接着点击扫描器图案，就会开启内建的 QR code 扫描功能。接着您可以看到荧幕中跳出线上填写资料的网址或是视窗，请点击进去，就可以进入资料填写页面。最后依照画面中的指示，线上填写姓名、联络电话等资讯就完成了。以上的快速扫描 QR code 小技巧，您学会了吗？提醒荧幕前的您，除了落实10连制，也别忘记出外务必要戴好口罩、勤洗手，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新闻议题。